嗨，大家好，我是 Gaston。这一期的京都为何那样，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京都的家，还有日本租房子的费用、过程与经验。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呢，是在京都左京区，靠近一层四和修学院这边的社区。这是一个3LDK 的房子。那这个3LDK 前面的数字3是指有3间房间，那后面的 LDK 分别指的是客厅、饭厅还有厨房。那京都的房子普遍都蛮小的，我们家也是，室内大约是64平方米左右。换成台湾的坪数约19平多，不到20平。不过日本的房子呢，一般都是10平计算，公设比非常的低，几乎就是0。所以还原到台北模式，如果以30%的公设比来看的话，就相当于是27到28平左右的电梯住宅。那今天的影片除了房子的开箱外，也会一并分享这个社区的周边环境、交通、生活机能以及租金费用等等，让大家感受一下在京都租房子的现况。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猜猜看，这样的房子租金是多少钱？那就先来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在京都的家吧。我们家一进门是一个长长的玄关，然后门口有一个鞋柜，然后左边这间是一个独立的厕所，非常的小巧，感觉是那一种很容易引发密室恐惧症的那种小空间。旁边这间是浴室，这边有一个干湿分离的淋浴间。这个淋浴间有莲蓬头，还有一个浴缸，墙上有一个面板，可以控制水温的高低。外面是洗衣机，还有烘衣机，然后旁边这边是洗脸台。浴室的对面有一个房间，然后这个房间是我先生的工作室。那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呢，它就会变成客房。目前呢，这个客房已经招待过3组家人了。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收纳柜，然后这边下面放的都是我们从台湾带过来的料理的小家电。在房间的旁边还有一个很隐秘的收纳空间，这个空间还蛮深的哦。我们用来放一些日常的备品，然后下面是用来放回收的纸和塑胶类的垃圾，然后这些都是洗干净的。接着是我们的起居空间，然后这边有一个门，可以把那个玄关隔开来，然后从这边进来之后呢，这边就是厨房。因为厨房很小，然后又不能钉钉子，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台子来放一些像洗碗巾啦，或常用的调味料等等。然后这台瓦斯炉是我们自己买的，然后这个就是很日本的瓦斯炉的基本款，他们都会有附一个这个烤鱼的烤箱。这个是我们的对讲机，然后旁边这个是跟浴室一样用来调水温的。那上面这个抽油烟机呢，它是原本就附的。我们另外在厨房这边买了一个小中岛，是 IKEA 的，然后就会在这边切东西或者做一些备料的工作。然后旁边是冰箱，这台是我们在尤多巴去买的。然后这个是橱柜，然后柜子里面就放一些刀叉碗盘。然后这个是我们到日本之后买的水波炉。然后那个是咖啡机，然后这边是我前几天腌的小梅子，每天要晃一晃。这边有一个小餐桌，然后每天中午呢就是在这边吃午饭。接着是客厅，然后这个沙发呢是宜得利买的，茶几也是宜得利的，然后这个茶几可以拉开变成一个小桌子，然后这边可以当吃饭的桌子或者是工作的桌子。然后里面这个柜子呢，它可以摆一些杂物，像是一些缎带啦、线啊之类的文具，然后我也还有很多虾味鲜，为什么买那么多啊？然后这边是电视跟电视柜，然后那个电视柜呢也是在宜得利买的。然后这个窗帘是在无印良品买的，这个是那个可以隔热防火，然后防花粉，然后这个是遮光的。然后在客厅的旁边有2个房间，一间是洋室，一间是和室。这间洋室是我的烘焙工作室，那我们实不相瞒系列也是在这里拍的。这张桌子很大很过瘾。然后平常呢，我们是在外面的小餐桌吃饭。如果有客人来聚餐的话呢，我们就会全部移到这张大桌子吃饭。这台是我们从台湾带过来的烤箱，不过来日本之后呢，这个烤箱一次都没有用过，因为我们怕那个电压会太高。然后我们现在都是用新买的水波炉来烤东西。
然后这个柜子都是放我们的烘焙道具，像是一些烤模、烤环啦、鸡嘴、花嘴啊等等这些。旁边这一间和室就是我们的主卧室，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柜子，小叮当就是住在这种柜子里，不过不能打开给你们看，因为里面塞得满满的。这个公寓有一个大阳台，我们常常在这里看风景，尤其是秋天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出来观察外面路树的颜色有什么变化。然后下雪的时候呢，也是每天早上都会迫不及待的出来查看那个积雪的状态。老实说，头几天刚搬来的时候，我们心里一直在想，糟糕了耶，我们是不是住到什么奇怪的地方啊？可能当时是疫情期间，那旅游也没有开放，所以总是感觉外面的人车都很少，而且路上的店家呢也不太多，店和店之间的距离也都蛮远的。然后在附近散步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会在路边看到一些小小的农园，有种稻子的啦，那有种蔬菜的。这里是农村吧？那本来想说我们家离京都艺术大学蛮近的，后面还有京都工艺纤维大学，那大学周边一定有很多的咖啡厅、小吃店、卖场什么的，像是台大公馆商圈那样。但是京都艺术大学那边呢，似乎好像也没有特别热闹。一开始最不适应的是一到晚上就感觉到到处都黑漆漆的，那因为很多店家都很早关门，那这里的路灯好像也不太多，亮度也很低，加上这里的巷子呢都是又深又长，往里面走感觉就会消失在黑暗里的样子。我们家附近呢有一条在京都很有名的1层4的拉面街，理论上应该是灯火通明才对，那毕竟拉面店呢都开得比较晚。可是刚搬过来的时候，我们去拉面街散步，明明才晚上7、8点，感觉就像在台北的半夜12点1点。那除了店家门口有客人排队，路上也是人车很少。那天黑之后呢，走起来真的感觉有点恐怖。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到1周的时间，突然就习惯了。那同样的路走起来也不会觉得很暗，也慢慢发现，原来京都的市街规划还有它的生活步调跟台北有很大的不同。那因为之前在台北到处都是人，然后车子也很多，晚上路边或巷子也很亮，便利商店很密集，也很容易找到咖啡厅和手摇店，所以呢一下子完全不习惯。那这也体会到，的确不该老是用舒适圈的视角来看待其他城市。那适应了之后呢，就发现这里真的蛮方便的。像是我们家楼下呢就有公车站，可以直接坐到河原町3、4条京都车站。那河原町呢就有点像是台北的信义区，算是京都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那还有1线公车可以到达北大路植物园或者是京都国际会馆，再远一点可以到达大园。尤其是5号公车，基本上算是观光公车了。那因为它几乎每一个景点都会停，像是哲学之道、南禅寺、永观堂、动物园、平安神宫、河原町，一直到总站京都车站。不过这个5号公车它虽然很方便，但因为站点太多，路线太绕了，像是到河原町，即便不塞车的时候，大概也要35分钟左右，然后到京都车站，差不多是50分钟。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改坐电车。我们家走路4到5分钟左右呢，就有一个电车站。那电车坐到河原町3条，大概只要20分钟左右。虽然中间要在初丁柳站换京阪线，但时间上还是省很多。那从这个电车站也可以到贵船神社、鞍马站。那它还有一个电车呢，是赏枫专车，会经过一个枫叶隧道，那我们就坐了好几次。在生活技能部分，从我们家走路5分钟的范围，有蛮多间超市的，像是イオンスタイル、Fresco、800名、Ikari、业务超市。然后再走远一点，京都艺术大学的对面还有一间蛮大的 Life 超市。这里还有一间 Uniqlo。那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么大的 Uniqlo， 感觉还蛮突兀的说。便利店的话，有2家 Seven， 2家 Family Mart， 还有1家 Lawson。那药妆店也有2间，离我们家比较近的这一间药妆店呢，它开到晚上12点。附近还有2间蛮大的二手店，一间是专卖家具跟家电的，那另一间则是二手服饰。另外呢，还有2间邮局和很多间的银行。吃饭的话，之前有提到京都有名的1层4的拉面街就在我们家附近，走路过去大约10分钟左右。那这里是京都拉面的基站区，有很多的拉面店，而且很多都是创始店。然后在电车站附近呢，也有一些餐厅、现做的便当专卖店，还有很多的烘焙坊、甜点店。
然后再走远一点呢，有一间麦当劳、葵利屋拉面，然后京都风的平价亲子冻拿卡屋、Coco 一番屋、Skiya 意式连锁餐厅 Zazelia， 然后饺子王酱。我们经常晚上散步到这间饺子王酱去吃饭，那频率高到在半年内我们就累积了3张会员卡，还有2个王酱旗。我们偶尔也会坐电车到原田中站吃饭，那电车大概不用5分钟就到了。原田中呢有很多的中华饭馆，京都大学呢就在那附近。秋天的天气变凉爽之后呢，我们也经常从家里散步大约20分钟左右，走到洛北阪急百货。那他们楼上呢有美食街，1楼有星巴克。吃完饭后呢，我们再慢慢的散步回家，或者也会坐10几分钟的公车到北大陆的 Ion Mall 去吃饭。那这里呢有一个美食街，还有一个大户屋，然后他们的星巴克开到晚上10点，我们经常就坐到打烊，再搭公车回家。那这里也是公车总站。另外我们家后面呢就是比瑞山，走路10几分钟呢就可以到达像是修学院离宫、赤山禅院、圆光寺、鹿生神社、曼书院、诗仙堂。那秋天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散步去看枫叶，所以住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就真的越来越喜欢这个房子了。还没搬来京都的时候，就经常听说在日本租房子很麻烦，因为日本比较排外，不喜欢租房子给外国人，那其中又以京都最难搞。我们的地产也曾经说过好几次，他说京都人蛮特别的，很多时候呢宁愿不赚钱也不租给外国人，不像大阪人的性格呢就比较直爽一点。不过这种排外倒不是源自于歧视，说歧视就真的太沉重了，比较多的应该是怕麻烦。因为租给外国人经常会有沟通上的困难，那语言不通是蛮麻烦的。还有外国人的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有时候也会让房东很困扰。例如之前听过一个个案，说是一个西方人租了一个1户建的房子，然后经常会在院子里面烤肉聚餐，还放音乐喝啤酒。这对很多西方人来讲应该算是很基本的日常，但烤肉会有味道，那同时聚餐也会有噪音，附近的邻居就会觉得很困扰。那京都人又特别的含蓄，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讲就真的太为难了。还有就是像这次的疫情期间，就有很多的外国人租金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直接离开日本，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那听说很多房东都气得跳脚，不过还好我们这次很顺利也很有效率的就租到了房子。在我们到京都之前，就有请地产先帮我们找房子。那个时候呢，有跟地产说我们的预算，还有一些希望满足的条件。那至于住在哪一个区，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呢，就直接请地产建议我们。那他是强烈的建议左京区，因为呢他在京都待了16年，觉得左京区很适合住家。那这里有很多的大学，然后生活机能跟治安都很好。那附近还有很多的景点，然后就整理了一些房子的个案资料给我们，让我们先筛选。原本又想租1户建的房子，因为日本法律规定，外国人开公司的话呢，如果要把办公室跟住家合并在一起，就必须是1户建才行，那不能够租公寓。但是京都市的房源原本就不太多，因为很多地方限建，然后建筑还有高度的限制，所以选择就很有限。那加上之前有提到，很多房东不愿意租给外国人，那即便愿意租给外国人的，又不喜欢给登记公司。那最后呢，少数同意让外国人登记公司的，还要先送有关部门审核，那看这个房子的格局符不符合作为办公室。那在法规里面有限定，作为办公室的格局要符合一些特定的条件，好像是说一进门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房间，那个1户建呢才能够申请作为办公室。细节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因为听起来很麻烦，所以呢，我们后来呢还是租公寓了。但是我们抵达京都之后，还是有去看一个1户建的房子。之前在台北的时候，地产就有传过这间房子的照片给我们，当时真的觉得蛮喜欢的，房子很有味道，是那一种蛮古老的金丁屋。那院子里面有枫树、梅树，地点也很好，就在哲学之道跟银阁寺的旁边。但就是租金太贵了，比我们办公室跟现在这间公寓两边的租金加起来都还要贵很多。后来我们就放弃了。那看完那一间漂亮的1户建之后，又紧接着来看现在这间公寓。
那这个社区给我们的感觉蛮好的，虽然有20几年的屋龄，但是有重新翻修过，不管是大厅的清水膜或者是电梯等公共设施，看起来都蛮新的。所以呢，跟地产稍微讨论了一下，然后当天晚上呢，我们就签约了。所以我们看屋签约只花了1天的时间。那在租屋之前，一定要先申请好手机号码，还有银行的账户，不然无法签约哦。这部分也是地产在我们落地的第2天就主动带我们一个一个去办理，他人真的超好的。签约之后，因为要买家具还有家电，所以呢，我们有请求在交屋前先去量尺寸。那他们管理公司也很好，就先把钥匙给我们，让我们提前作业。我还记得那天为了量尺寸，跑去跟酒店的柜台借了一个卷尺。那其实我们自己有带一个工程用的卷尺，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要用，但不知道藏在行李箱哪个角落，就一直找不到。交屋前，那个地产呢有让我们检查房间各个角落有没有什么原来就有的毁损瑕疵，然后拍照。那这样之后退租呢就不用负责，他们管理公司也有派人来复核一下。整个租屋流程一直到现在住了10个多月了，那其实我们都没有跟房东接触过，所以也没有语言不通的问题。都是管理公司跟我们的地产在负责。像是我们入住没有多久，就发现马桶有轻微的漏水，而且那个冲水钮不是很灵光。那反映之后呢，管理公司很快就派人来修理了。看完上面的影片，大家预估这里的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呢？在日本租房子呢，一般都有几种费用，有租金、押金、公益金，也就是管理费，然后保险金、保证金、礼金跟仲介费。我们的租金是10.7万日元，加上社区的管理费5000，还有手续费，每个月固定支付11.23万日元。那押金的部分呢，它是1个月的房租，就是10.7万日元。那这是退租的时候会退还的。礼金是一个很特别的项目哦，简单来讲就是感谢房东将他们的房子租给我们所额外支付的一笔费用。那它是一次性的费用，之后续租呢就不用再缴了。那这个金额也不一定，通常就是1个月的租金。那有些房东会收2个月，也有看过收3个月的。不过我们很幸运的，房东没有跟我们收礼金，而且还送我们1个月的租金，好像是因为他们刚好有一个活动，我们租的是这个社区最后的一间空屋，然后庆祝这个社区满租送的小优惠这样子。那另外，保证人不是只有针对外国人要，日本人自己租房子呢也是要有保证人的。那由于外国人通常都找不到当地人可以作保，所以就有一种专门作保的公司。那一样不仅是外国人，很多日本人也会找这样的公司来担保。那保证金呢，就是支付给这个作保的公司。一般住家的话，1年的费用是半个月租金，如果是办公室的话呢，则是1个月的租金。那这个是每年续约都要再付1次的费用。仲介费则规定是半个月的租金，但很多的仲介公司呢都是收1个月。我们的这个地产呢，它是跟我们收半个月。另外还有保险费，这算是强制性的总和保险，像火灾、地震等等。那这也是一开始就直接计算进来的，一次付2年期的保费，费用是23000日元。那我们的房租呢，在签约的时候，支付方式就直接绑定在我们的邮局银行账户，那所以是每个月都会直接扣款。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水费呢也是随着房租一起扣的。那不知道其他的社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是一起扣，然后住了几个月之后呢，瓦斯电费都缴了好几次了，但水费的缴费单1次都没有收到，我们就非常紧张，因为很怕漏缴。那后来问了地产才发现，原来这个是跟随房租一起缴的。此外，在签约的时候，地产会问我们之后会不会买车或者是买脚踏车。买车的话呢，要另外付停车场的费用。那我们是没有买车的计划，但可能会买脚踏车，所以我们就支付了脚踏车的停车格费用。那这个脚踏车的停车费用呢是一次性的，一辆车是2000日元，我们付了2辆车的费用，然后他会给你一张贴纸，等买了车之后呢，就把这个贴纸贴在脚踏车上。那以上呢就是基本要支付的费用，除此之外呢，就是买家具、买家电这些了。当时我们在看日本租屋网站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大多数都没有附任何的家具，还有家电，那像是冷气、洗衣机、瓦斯炉，
甚至连天花板的灯都是没有的。那我们问了地产之后呢，才知道日本租屋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除了小套房好像有规定要附冷气跟炉具，那其他的房型呢都是不附任何家电跟家具的。如果偶尔有看到有一些房子有附，通常也是前房客留下来的。所以我们当初搬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空屋子，然后除了玄关跟浴室还有厕所有灯，其他像客厅啦、房间都是没有灯的。那客厅的灯呢，是在 IKEA 买的。这个灯很好玩哦，它有一个遥控器，可以调亮度还有颜色。那房间的灯呢是在Yodobashi买的。那这个灯呢，它有遥控器，除了调亮度，还有小夜灯。那睡觉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用遥控器来关灯。另外，这个社区最让我们开心的就是，他们每一个房子呢都有附2台空调。那这个空调是我们当初最担心的，因为那个空调安装很麻烦，那到时候如果你要搬走，还要拆掉什么的，实在是很不好处理。那在买家电的时候，我们有遇到一个麻烦，是我们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就是洗衣机。那本来我们在Yodobashi选了一台日立的洗脱烘机种，但在送货的前几天呢，他们有先派一个师傅来我们家里看安装的环境。然后师傅量了一下我们家浴室的门宽，才发现我们那台洗脱烘呢，它太大台了，那进不了浴室，无法安装。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居然会有门太窄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又跑回了Yodobashi，然后换一台比较窄的直立式洗衣机，那外搭一台烘衣机。那结果这台洗衣机呢，它的机身太高，跟墙上的水龙头的位置不合，要另外的施工调整那个水龙头，就是把那个现有的头拆掉，然后换一个不同不同角度的水龙头这样子。那我们就再多付了额外施工的费用。那我们本来以为这样就万事 OK 了，但并没有。我们浴室上面呢有一个灯，然后灯的位置呢刚好挡到那个烘衣机，虽然只有差一点点，可是烘衣机运作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晃动的幅度可能蛮大的，会撞到灯，那这样有安全那个疑虑，所以师傅又不装了。后来呢，我们干脆就把灯罩给拆了，然后任务才终于完成了。因为京都没有 IKEA， 那最近的 IKEA 要坐车坐很久，所以这次呢，除了几个灯具还有小东西是在 IKEA 网站上买的，那其他呢都是在宜得利无印良品还有网络家具店买的。当初原本有想过都买二手家具跟家电，那我们家附近刚好就有一间蛮大的二手店，它有卖家具跟家电，毕竟也不知道会待多久嘛。那后来转念思考，如果生活空间里面有那么多临时的东西，感觉好像随时会离开，那么在心态上呢，也有可能会变得很临时。那这样子就更难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融入在地的生活，那反而会错失体验异国生活的初衷。所以呢，我们就忍痛全部都买新的。那这也是这次移居算是最大的开销了。那幸好当时的日元汇率还是处于低点，那这样省了不少。加上我们买的家具呢，也尽可能挑比较便宜一点的，不无小补。我听说日本人其实不太喜欢搬家，主要是因为搬家的成本很高，那加上过程很繁琐，像是出清旧家具，然后清理房屋等等。那甚至有人说，在日本搬一次家要穷3年。所以在挑选房子的时候呢，最好是抱有一种这个房子可以住上4-5年的心情。那住久一点也有好处，我们地产的经验是，你只要住到4-5年以上呢，基本上房东就不会斤斤计较房子的些微损耗，那押金全额退还的几率就蛮高的。那之前移居的影片呢，有很多人问在京都租房子的问题，希望这支影片都有回答到。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也欢迎留言给我们。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 Gaston， 谢谢大家的收看，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